是我害他腿成这样，所以我一直逼自己跟他交往。不过，自从我认识了一个人之后，这种想法改变了，因为他给我带来了久违的快乐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叶薇，你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像是别离，是条完整的心。叶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陪着我。你要怎么陪着我？我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交集。就算有，也会像烟花一样，是那么的短暂。就算短暂，也会很灿烂啊。那灿烂之后呢？你还是你，而我就会变成灰烬。所以求求你，放了我。无论时光会载我去哪里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喂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丁氏说泄密的是佑威，马上就要起诉他了。哎，舒薇，舒薇。不是我做的，我承认，我之前是动过这个念头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把丁氏的机密交给韩氏的话，那我会挣一大笔钱，你就不用再这么辛苦的赚钱养家了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我真这么做的话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。
我打听过了，公司的董秘书接到了从你邮箱发去的一封邮件。你想想，如果真的是我做的话，我会傻到留下这样的证据吗？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讨好韩明啊？得到对手的机密，最开心的就是他。真的不是你做的？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臭小子，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认啊？你真的气死我了！气死你了，你还气死我了呢！我，你不误会我，我能承认啊？你过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脸。哦，你干什么呀？还疼不疼啊？还疼不疼？打你一下，你试试。好了，是姐姐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你就原谅我吧。嘿，世薇最乖了，你原谅我呗。好了，不疼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跟韩明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对了，老于从韩明那儿拿了60万。60万？对，这个老于真是太过分了，横骗竖骗，还从韩明那儿骗了60万，我非得让他把这个钱给吐出来不可。姐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别再跟韩明见面了，好吗？为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像他那样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，根本就没办法跟我们做朋友的。他肯定是对你另有企图。上次那件事情真的不是他做的，而且他还处处帮着我。你为什么总是替他说话？我说什么你都不信呢？我没有不信，我也没有帮着他，是你误会他了。你还误会我了呢。我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？你小心眼儿啊！对不起，姐姐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，于世薇同学。于有为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好了好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担心你。我知道你是最心疼、最疼爱我的好弟弟，所以说呢，你是永远不会跟姐姐计较的。你还笑得出来？我心里有个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义。你于有奖，没规矩啊！爸爸不叫，什么事儿啊？把钱交出来。什么钱？你少装蒜，韩明的钱。你要说这个钱我就不给了，哪有姑爷孝敬老丈人的钱还往回吐的？谁是你姑爷啊？快点拿钱！别想了，我没钱，我哪来的钱啊？我都还债了。还债只还了30万，那剩下的30万呢？哪剩下的？对了，开店不要钱吗？进货不要钱吗？还有世薇那小子，你少跟我扯这些！我告诉你，世薇他现在在韩明的公司上班，他挣的工资比我还要多，他用得着你给他交学费吗？这小子挣钱了，还真有出息啊，还真像我。你少装，拿出来！我没钱呢，我真的没钱。你拿不拿出来？我真的没钱，我。哎呀，给我！哎，你给我！韩明来了，哎，里边坐。
于有脚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让你跑！我告诉你，下次我就把你变成于无脚。那封邮件虽然发到了董秘的邮箱内，但是里边没有你跟于小姐的邮件来往和短信，就不能证明你雇佣于小姐盗取商业秘密。至于你给于小姐父亲的60万，我会对警察说，如果你有意盗取商业机密，那你是不会亲自去给他这笔钱的。厉律师，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于业威要服刑多久？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如果属实，于小姐要面临一个5年的刑期。最头疼的就是这笔钱。我想问，那如果这笔钱是我赠予他的呢？赠与，除非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否则的话，法官是不会采纳赠与这个证词的。明白。稍等一下。好。喂，爷爷。手，对，这边，这边。韩明啊，你回来了，一回来就钻到光光的屋子里了。你说，光光和我谁是你爷爷呀？当然是你了。来，让爷爷抱抱。来，抱抱。抱。我的乖孙子，来，爷爷亲亲。别亲。爷爷，我长大了，这让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再长大也是我的孙子。我跟你说呀，爷爷做了你最爱吃的炖肉，优质野猪肉，下来吃啊。我换件衣服就下来。哎，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坐下。啊，来，多吃点。我不吃了。爷爷，你刚才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不能见见我孙子了啊？最近公司挺忙的。是啊，都成了第2被告了，能不忙吗？爷爷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这个第1被告那丫头怎么回事啊？没怎么回事。那给人钱干什么用？爷爷，你记不记得你亲口跟我说过，不管我找谁，不管谁做我女朋友，你都会支持我。这些话你都忘记了？那原来我以为你跟丁家那丫头好呢，那我当然这么说了，是吧？那没事了，我回公司了。你坐下。坐下。我问你啊，你案子怎么样了？爷爷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找律师了。你那律师我调查过了，哥伦比亚法学院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拿洋文凭的律师不行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的国情。爷爷，我长大了，我的事情你不要管太多，好吗？就是因为我不管你，你现在才学的跟你那不争气的爹似的，一见女人就犯糊涂。总之，你以后不要管我太多。我现在回公司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哎，爷爷，下次装病啊，装得像一点啊。我哪儿不像了？你按错位置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去找那丫头去，你信不信？你好，请问是住宿吗？你是于有为吧？哦，您是？我是韩明的爷爷。
我去找那丫头去，你信不信？有为姑娘，这是100万的支票，够了吧？胃口还挺大的啊。那这样吧，爷爷再给你添50万，别再缠着我孙子了。对不起，您的钱我1分都不会收的。姐，什么事？没事儿，你先回屋去。这个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让你回去，听见没有？回去！你这种人呐，我见得多了。我早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狗屁爱情。有钱就了不起了？有钱就可以看不起人是吗？有钱就可以侮辱别人的人格吗？对不起，我还真看不上您的那些钱。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跟您的孙子韩明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也可以向您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绝对不会再见他。谁说不会？你松手！你干嘛呀？爷爷，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不光是今天会见他，以后都会。你为了一个陪酒跳舞的女人，敢这么跟爷爷说话？爷爷，请您收回您说的话。不能！你手松开！韩爷爷，您是长辈，我不应该跟您说话不尊重。您不了解一个人，您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您怎么可以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呢？您真的是让我感到很羞耻。您请回去吧，您的来意我已经收到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有为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也走吧。有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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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为！哎啊！我警告你啊，离我姐远一点！以后不许再见这丫头。爷爷，你知道我跟我爸有什么区别吗？就是他没有为心爱的女人坚持到底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只是回来拿一下我的。
的东西都在这儿呢。有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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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有为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打算跟丁氏协商一下。协商？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不关你的事儿。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我不也是被告？有为，马上离开丁氏，到我们韩氏来吧。哟，这种有前科的人你们也敢要啊？不过也对，他就是冲着你的钱才去的吧？就是冲着钱嘛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再说，我告你诽谤。李律师，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，你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责于小姐有犯罪行为。律师就了不起是吧？律师就可以颠倒黑白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什么了不起？够了，你们别吵了，都回去干活去。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走走走走啊！快走啊！走吧，走走走。李律师，我是于有为的朋友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官司胜算大不大？有为，他有没有可能被判刑啊？以目前的证据来看，很有可能。如果他能提前主动认罪，或许可以少判几年。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我没有泄密，我为什么要认罪啊？目前的人证物证对你十分不利，不过还好，这份图纸没有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。如果你积极主动认罪的话，有可能会被轻判。李律师，你胡说什么？谁让你劝他认罪的？有为，你别听他的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有什么需要随时配合。韩明哥，问问吧。韩明，按照目前这个状况，如果于有为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可以帮他减到3年。他明明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被判刑？我也愿意相信于有为，可是目前的证据对我们十分的不利呀。我知道，我上次跟你说过什么，你忘记了吗？哎呀，你疯了吗？你忘记老爷子的态度了吗？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已经决定了。有为，这摆明是有人陷害我们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，不许认罪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是韩明吗？是我。我们这样找你，进去谈谈吧。可以，但是我让他跟我在一起，可以吗？来吧。韩明，不要乱说话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走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本月10号，你是不是给第一被告人的父亲于有角60万的现金？是。哎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？因为他是我女朋友的爸爸。他爸爸刚坐完牢，出来想做点小生意。你的意思是于有为是你的女朋友？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女朋友的人。我17岁的时候我就跟了你，我辛辛苦苦的工作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上大学。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对我稍微好一点。你
居然变成陈世美了！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个陈世美！他率真，而且很顽皮。但是当他朋友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朋友出头。你说的，1瓶酒换1块表，2瓶酒换2块表。他对连累自己的人毫无怨言，100%的付出所有。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不管是他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，经历多少挫折，他都还会坚持到底。全都是你的天地。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，他就会潜到海底去找一块手表。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这一辈子估计也不会喝什么蜈蚣酒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第2个陪我跳慢步舞的人。不管世界怎么变迁，我的爱永远也不会偏离。就让时间去慢慢累积，就算我们都慢慢老去。没有你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他像极了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。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没有你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她就是我女朋友于有为。韩明，走，跟我去警察局，把你刚才所有的话都收回。有话等会儿再说嘛。我很感谢你帮我，可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会解决的。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你凭什么说你是我男朋友啊？好，那我问你，既然你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我的血型是什么？我的星座又是什么？我家的门牌号码是多少？我的内衣尺码又是多少？那好，身份证号码总该知道吧？出生年月日总该记得吧？你告诉我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你是我男朋友啊？我们现在就去警察局，告诉他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走，别闹了，你走啊你！别闹了，好不好？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要脸的？不关有为的事。哀家小姐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，而且我跟韩明也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们2个正准备跟警察去说清楚呢。于有为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丁氏是怎么对待你的？我丁爱家是怎么对你的？这么多维修工，为什么让你去当战术师？为什么让你到研发室去试航 AJ5号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我们吗？现在，你居然还利用起韩明哥！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但是请你们相信我，很快我就会为自己证明 ，AJ 不是我泄露的，
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的事你最好少管。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帮了于有为那么多，他根本不领情。就算你想帮他，那你不能换一种方式吗？你刚才为什么跟警察说？你跟警察说于有为是你女朋友啊？她就是我女朋友，我没必要骗警察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爱上尤为了。总觉得是自己听错了，心慌乱了，笑容也暗。就算你不爱我，可为什么又是他？我哪里比不上他了？我跟你说过很多很多遍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怎么就不可能啊？别闹了，韩明哥，我要是哪儿不好，你跟我说，哪儿不好我就改。还是因为爷爷，要是因为爷爷我找爷爷去，让我爷爷跟你爷爷道歉。佳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爱佳，你什么都好，可你不是于有为。对不起。于有为有什么好的？他陪你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生活了吗？韩明哥，韩明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会做得更好的。爱佳，你要我做任何事来弥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可唯独这件事，我不能答应。我不想听这些。于有为就是个打鱼的，他只想帮着有钱人过好日子。你还真以为他喜欢你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居然说我疯了！我是疯了。我就不该一开始把他当做好朋友。在刚刚发现你喜欢他的时候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韩明哥，韩明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一切，为你改变，好不好？我肯定比于有为还好。爱佳，别折腾自己了。韩明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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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纠缠我，韩明哥。除了爱你，什么都可以的，失去了说不说？姐，姐，哎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啊，没什么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谁干的？没什么，就是跟爱佳有点误会。他觉得我跟韩明……我找他去。哎，你别去，你别去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没事的。那你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姐啊，你是不是喜欢韩明啊？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你姐是什么人呢？你以为你姐就可以随随便便喜欢那些阿猫阿狗吗？
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啊？再说，哀家那么喜欢他，我凭什么跟他争啊？找到哀家了，帮我看着他，我这就过来。哎呀，我说你缺心眼儿吧？哎，幼美喜欢韩明那小子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人家韩明对咱们幼美根本就没那个意思。没那个意思，咱就不能把它变成有那个意思啊？你怎么变呀？啊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于幼薇的爹，难道你还能撮合幼美和韩明啊？哎呀，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吧，你还不服气啊？不能撮合，就不能毁了吗？你要毁谁呀？啊？你不是要毁咱们幼美吧？想什么呢？当然是毁姓韩那小子和那个丫头。哎，这样吧。待会儿啊，我找幼薇跟他说说，让他别跟韩明在一起。这，你可别跟他谈啊！每次你跟他谈，他只要眉头一皱，还没说话呢，你就往后缩了。哎，我搞不懂哎，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？你是他妈哎！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。你有出息啊？你当着他的面儿，你能够轻轻松松、大大方方的把话说清楚吗？你能吗？你能吗你？行，这事儿你甭管了啊，我来说。等他回来，我来说啊。你干嘛去？喝点小酒，找点感觉。喝点酒找感觉，我看你就是壮胆儿。哎，我心里有个小秘密。妈，回来啦！我们回来了。啊，哎。妈，大门怎么关着呀？不做生意啊？啊？咱们祖坟冒青烟了，100年不遇啊，遇到贵人了，这苦哈哈的小生意咱就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哈哈。你阴阳怪气的说谁呢？我能说谁啊？我于有脚就是烂渔民啊！啊，能攀上这么个有钱的亲家，我闭嘴，闭嘴啊！光听吆喝啊！干什么？你有完没完？你这小子耍横还！哎呀，别说了，还敢跟我耍横你？你自己说，我们家官司打这么长时间，你说过一句关心的话吗？整天就知道说风凉话。我问你有用吗？那姓韩的有钱有势，早帮你姐摆平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姐就有这个本事。你要有本事啊，带个白富美回家。白富美，别管什么横插一杠的小三儿，最要紧的就是用手段把别人老婆给抢了。就算是左右邻居都指着我脊梁骨骂，把我脊梁骨戳断了，我也认啊！豪车开到门口来接我，多排场啊！让那些胡说八道的人知道，我于有脚不是靠他们的，照样过得很好。你要是怕别人戳你脊梁骨，你就别干那样的事儿。我干什么事儿了？要不是你厚着脸皮跟人家要钱，我姐能惹上这官司吗？我要钱怎么了？我怎么不能要钱呢？我让他偷鸡摸狗了吗？啊，他自己不争气，偷什么资料给那姓韩的？行了，别说，怪到我头上，我招你了，怪到我头上干嘛？再说了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不能花你们1分钱吗？哎，还不服气了是吧？什么态度这是？你，我要是跟韩明好，我就跟这瓶酒一样。